你不出宫，索你处死方兄。福临，福临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呐，大清开国之君呐。你身系天下安危，岂能让那和尚妖言惑众啊？福临呐，你6岁登基呀，少年亲政，刀劈玉作，千里亲征，剿灭前明叛军，光照列祖列宗啊！如今你龙心虎威何在？英雄豪气何在呀？皇上，皇上，佛法不在口舌上，不在言语中，佛祖在您心头坐呀！皇上，皇上，有心向佛，万物皆佛；一朝失足，万劫不复啊！皇上，所你所言，都是尘世功名，都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皇上，他口口声声什么龙心虎威，其实他想把你一辈子绑在龙座上。皇上，他口口声声什么英雄豪气，其实想通过您得到他们自己的功名利禄。皇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呐！皇上，千古春秋不过是一粒朝露，日出即逝，万载帝业终归于土，更何如佛光一闪呢？皇上，您要是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又是一个穿着龙袍的囚徒啊！你在这重重进宫中，足足关了24年呐，还没关够吗？皇上啊！皇上，福临呐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你可出来了，老臣想死你了！阿弥陀佛。各位的心意，朕都明白了。明晨日出之前，朕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了断的。现在，都请回去吧。皇上，皇上！叩请太后圣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儿也不是朝廷，起来说话。看座。谢太后。这么晚了，几位是不是要和我说皇上的事儿啊？太后明鉴，臣等要求太后速速拯救大清帝业，解除皇上心魔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索尼娅，你是不是说皇上还是寻死觅活的？臣等万不敢这样说。为什么不敢这样说？太后啊，依老臣看来，比寻死觅活更可怕。老臣猜想，皇上要遁入空门，当和尚去。索尼，你说什么？太后知道的。皇上自幼笃信佛学，羡慕青灯黄卷，亲政之后也时常召僧师参禅论道。自从鄂贵妃仙逝，皇上心神迷乱，独锁深宫。皇上他日不理政，夜不能寐，而且拒见任何臣工。他妖道行僧趁虚而入，为皇上讲禅说法，名为超度亡灵，实际上是劝度皇上，弃天下
而入空门呐！太后，行僧劝斗皇上已达8年之久，在大病期间更是变本加厉。左宗棠之言绝非臆断，臣等万分焦虑啊！果不其然呐！太后啊，皇上少有佛性，今遭大悲大痛，又在行僧妖言鼓噪下，一旦万念俱空，难保不撒手而去，酿成巨变呐！这可是咱们的大清的基业呀！这可是咱们大清国亘古未有的奇闻呐！真是。难道爱新觉罗氏有大难临头了？详情还有谁知道？这只有臣等议论过，不敢声张啊。那么还有多少时辰？皇上说过，明晨日出之前给臣一个了断，因而臣等料想，无论是福是祸，都决于今夜呀！福临的性子怎么越来越如此的怪异？难道这又是天意不成？既然你们议论得如此透彻，明说吧，想要我做出什么样的决断？求太后以母后之尊教诲皇上回心改意呀！其二呢？皇上如不醒悟，求太后动用大清律条，则皇上守制。其三呢？皇上还执迷不悟，求太后启用祖宗家法，将皇上拘禁锁入深宫，绝不能让皇上坠入空门，造成千古恨事啊！说得对，说得好。可是我能管住他的身子，我能管住他的心吗？就算我拘他10天半个月的，还能拘禁他一辈子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呐！皇上的心魔是那个行僧教唆的，最好的办法是先制住那个行僧，让他自个儿忏悔，再劝说皇上回心转意。太后，臣担心那妖僧以世外高人自居，绝不会误导自己的过错，他是不肯奉旨啊！就是杀了他也没用，反而助他成名。我不杀人，我杀他的心。那个行僧的师傅是何人呢？行僧属于佛教北宗，是行字辈僧徒。北宗方丈是大宗师玉林秀，比行僧高出2个辈分。玉林秀，此人在何处？听说正在通州讲道。索尼，你拿上我的折子去请他。我要在丑时前务必见到他。另一旨，臣若请不动他，绑也要把他绑来。我要让玉林秀收服行僧，救治皇上，确保安宁。太后圣明。鳌拜，臣在。鄂必龙，臣在。苏克沙哈，臣在。你们要听好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
有什么危机，朝廷不可乱，天下不可乱。你们三个悄悄地封锁宫禁，加强九门守卫。没有你们三个的联名手令，京城周遭300里内禁止调动一兵一卒，违者以谋反处置。还有，要外松内紧，隐而不发，叫各部院的衙门们照常办公，让老百姓们照常过日子，一切都给我依然如旧，保持太太平平的模样。太后圣明。辛苦你们了，日后会重谢你们。都起来吧。这慢！我还有句话，先把它记住了，再把它进到骨子里去。这要听清楚，渗到骨子里去。皇位总有更替，大清永世长存。你都听见了？祖母，皇阿玛得了恶疾天花吗？比天花还厉害的不治之症。祖母啊，那您赶快给他用药啊！是啊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只好给他用药。额娘，母后，要不了多少年，我的像就要挂上去了，你的像早晚也会挂上去。在这个殿，每座玉像灵牌都是爱新觉罗的血脉，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。我问你，你为何执意如此？我再问你，你要我将来怎么向后人交代？我还要问你，你真的想把这祖业
就这样毁于一旦吗？母后，儿臣就是来向祖宗请罪的。你还有罪？儿臣不配做一个皇上。儿臣想禅让帝位，皈依佛门，将来也不进奉贤殿了。荒唐！不就是一个鄂妃吗？她这一死，你既然万念俱灰，连皇位都不要了。天下的女人多的是，难道就是她花容月貌吗？难道她比大清的江山社稷还要重要，是吗？你回答我。母后，你说的是女子如草满天下，可是鄂妃只有一个。母后，这满朝文武、宫女、太监，他们都把儿臣当作天子，他们敬我、怕我、利用我。儿臣表面上是万圣之尊，可实际上，我却是个孤家寡人，苦不堪言。只有鄂妃，她从不把我当皇帝，她把我当作她的弟弟。我们俩在一起，什么话都一起说，什么苦都一起咽。这漫漫长夜，我俩时常哭在一块儿，也时常笑成一团。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亲的人吗？母后啊，你不要怪鄂妃，她是福临天下最亲的人。那童妃不是你的亲人吗？阿哥们不是你的亲人吗？那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母后，你可以骂我，可我还是要说，那童妃，她只想当皇后。至于阿哥们，他们哪一个不是跟儿臣一样的苦命？哪一个不是一生下来就叫奶娘太监抱走了？儿臣刚刚睁开眼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只知道奶娘，不知道亲娘。母后，你从来没抱过儿一天吧？儿也从来没吃过娘的一口奶。儿臣6岁登基，天下烽烟骤起，宫中杀机四伏。母后，你为了保全咱俩的身家性命，不得不跟随权臣多尔衮。儿臣不再提这些了。可那是什么日子？咱们母子俩被权臣逼迫，活得像牢犯一样，一年里甚至见不着2次面。儿臣亲政以后，做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就是把多尔衮从坟墓里扒出来，将他鞭尸泄恨，挫骨扬灰。可然后呢？儿臣还是要把他高高的供入奉先殿。可是你要明白，她毕竟做过你的皇父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没有她，你登不了皇位呀！皇位，皇位！母后，你不觉得这神圣的大殿里暗藏着荒唐吗？荒唐？什么叫荒唐？如果他是儿臣的皇父，那岂不等于说，咱们母子2个，既杀了所谓的皇父，又杀了你所谓的亲夫吗？而且是杀了2次。可是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地位，为了大清。儿臣知道，咱们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但是，就在多尔衮灵牌一向入殿的那一天，儿臣的心
就彻底的死了。额娘，这圣殿里暗藏着多少荒唐？这地位上下聚集着多少冤孽？这宫规国法如水火，不容私情啊！皇上也得恪守天道。儿臣知道这些都是天道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古今同理，万事不移。儿臣本来准备好规规矩矩的做皇上了，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。直到鄂妃入宫以后，儿臣才突然又活过来了，儿臣又重新感觉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了。可如今连他也弃我而去了。母后啊，府里不想做这个皇帝了，我也做不了这个皇帝啊！母后。主子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太后叫我守着，不准放任何人进去。哦，我看看，来，我看看，注意说话，我看一看，我看看。是啊，你走了，你舒坦了。你可以不把我放在心上，可是这个国家呢，朝廷呢，祖业呢，你把这些扔给我一个人，你忍心吗？你自私，你混沌，可你别忘了，你是大清的立国之君呐！母后，儿臣这皇冠是你当初硬戴到儿头上的。儿臣出家以后，还有6个阿哥，你可以再找一个给他戴上皇冠。我懂了，看来这一切你都料理好了。儿啊，额娘当着祖宗的面给你跪下了，你再看额娘一眼吧。额娘求你了，别把我扔下，别因为这个前功尽弃呀！额娘，额娘，儿臣已是心神尽灭，只剩一副空皮囊。今后即使活着，也是行尸走肉。母后，你要是不准儿出家，你就杀了儿吧。儿用这一腔血，换了24年的母子缘分。我这一辈子是那样的疼你、宠你、哄你，可是如今我
是那样的恨你，恨你，恨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你的额娘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儿子。走吧，走吧，缘分到了，这戏也该散了。我是你的亲娘，宁可你死，也不愿你对不住祖宗。你喝了它吧，明日额娘会昭告天下，说顺治皇帝骤然恶疾，龙欲归天，把你的像也挂在这个殿堂里，让千秋万代的人把你作为开国之君，供万世瞻仰。遵旨。主子，那是毒药。什么毒药？皇阿祖母，你尽可让孙儿死，也别让皇阿玛死啊！祖母，玄烨，你是不是不想叫你皇阿玛死？可是他还不如一死了之。玄烨，你不该进来。额娘，索尼不揣冒昧，深夜拜访，请大师见谅。刚才老僧还想今有贵客登门，没想到却是朝廷栋梁索中堂。不敢，大师还是称在下索尼吧。施主深夜到访，想必有要事见教。内宫中突然生出一件疑难事，在下特来请大师前去排忧解难。现在宫里每时每刻都如同水火，翘首盼望大师驾临。如若不去，不论是官民百姓，还是僧俗两界，都将有乱呐。索尼，你我是多年之遇，凡是你交代的事，我无不效力。但是僧俗两界毕竟有别，老朽何德何能，敢贸然进宫，解朝廷的难言之隐呢？大师啊，朝廷里已有佛门弟子祸乱宫闱呀。是吗？是啊。我明白了。既然此人已经为乱，那他就不再是我佛门子弟，中堂可以用王法惩治。在下求大师了。施主千万不要这样，请起，快请起。大师啊，有位老人托在下奉上此信，我迟迟不拿出来，是不想让这位老人丧失尊严呐。哦。大师啊，我本该亲自来请你，但我实在是走不开。我这辈子没有求过什么人，但这回不得不求您了，波尔济吉特，
穆尔泰。布尔吉吉特，穆尔泰，这岂不是这？正是当朝太尊，太后。这是他的亲笔信。大师啊，太后为了请您，竟然放弃太后之尊，重新启用娘家时的姓名。他这是为什么？他这是在大师面前将自己降为一介平民呐！啊！老僧就去。大师，祖母。哎呦，你看我这孙儿啊，也知道孝敬祖母了。孙儿长大了。好。哦，到那儿去。什么时辰了？子时刚过。哦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儿要办。祖母，您歇着，有什么事儿孙儿给你办。我孙儿真有志气，可是你还小啊，有些事儿啊，你还办不了。皇上呢？一直守在这儿，哭得跟什么似的。我呀，怕他惹您生气，我就叫他出去了。可曾说过什么呀？其实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祈祷您平安。玄烨呀，孙儿在。祖母问你，你在奉仙殿里都看见什么了？孙儿什么都没看见。说得对，以后跟那些大臣们也都这么说。不过皇祖母还想让你说一遍，你在奉仙殿里都看见什么了？孙儿禀报祖母，孙儿在奉仙殿里什么都看见了，也什么都听到了。那你说是皇阿玛对呢，还是皇祖母对呢？太后啊，玄烨年纪还小，您就别再逼他了。这怎么叫逼他呢？奉仙殿的事，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他的心里，如果永远拔不出来，会让他难受一辈子。要是弄不清楚啊，就永远是个谜，就永远迈不过这个门槛儿。皇祖母的问话，你可以不回答。孙儿见皇阿玛，但是孙儿觉得皇阿玛不该去当和尚。是啊，那碗药你看见了吧？你觉得皇祖母真的想叫你皇阿玛死吗？不，皇祖母是想救皇阿玛，绝不会让皇阿玛死的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儿哦，好孙儿！哎呀，有孙儿这句话，皇祖母的心里就踏实了。索尼呢？还没过来呢。大清危在旦夕，你皇祖母可要撑住太后，禀太后，锁中堂求见，还有个老和尚。大师啊，本人一向不太会说话，言语里如果有冒犯，请您当面斥责。阿弥陀佛，太后心胸气概，令老衲十分敬佩。贵门派里可有个僧人，名叫行僧的？有，是老衲的徒孙辈。
这皇上多年宠信他，跟他一块儿参禅念佛，这本是修德之好事。但是您这行僧竟然要劝度皇上遁入空门，出家当和尚。大师啊，您说这是否不妥？再说，这大千世界各有其命，作为皇上，他成为天下一国之君，他弃天下百姓而去，这岂不是一桩丑闻？再说，对我爱新觉罗氏也算是大难呢。那是贫僧的痴心妄想，我想皇上断然不会答应的。不瞒您说，皇上他已经迈入误区，依他纵劝呢。那只是皇上个人的意思，我想太后断然不会赞同的。我当然不会赞同。可是皇上他痛失爱妃，万念俱灰呀。为娘的我是劝也劝不动啊，哭着喊着闹着要出家当和尚。大师啊，方才我跟你说过，这一旦传出去，天下岂不是大乱了吗？当然，前人释迦牟尼、达摩也有过此举，使我敬佩。可是我想，皇上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皇位，利国利民，积德行善吧？为何一定要出家当和尚呢？难道皇上出家当和尚，他才算得上是一桩幸事吗？禀太后，老衲认为皇上出家对佛门来说，非但不是幸事，反而是一桩祸事。哦，怎么讲？请指教。太后，请想，如果皇上弃天下于不顾，遁入空门，满朝文武大臣会怎么想？能不恨佛门子弟引诱皇上吗？这样一来，皇权与宗教岂不结下了不解之恨吗？太后啊，贫僧糊涂了，老衲不糊涂，也不敢糊涂。此事利害关系，老衲明白。高论，本人受益匪浅呐。我等佛僧虽然普度天下，但僧俗两界毕竟有别，官府与佛僧理应各守其道，方能保人间之太平。太后，你有何懿旨，就请吩咐吧。大师啊，您言之有理，论之有道啊。不敢，不敢。我呀，总是先谢人后求人。大师啊，我看唯有您能够拯救皇上了。我想请您动用佛门法规，令责行僧，打消皇上的出家之念，做得到吗？阿弥陀佛，老衲领旨。此事如有善终，大师，您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。你说没有，我反倒不放心了。有便是无，无便是有。明白了，大师是想要我替你说出来。此事如能善终，大师
你可为救国救民之壮举，功德无量啊！我皇太后懿旨，朝廷明示天下，将您大师所主的门派再立为佛门正宗，您所掌的寺庙永享皇家香火。大师啊，不瞒你说，本人当今皇太后、皇上的亲娘，我也是修佛之人呐。阿弥陀佛。善哉善哉。老衲也向太后保证，如果此事不能善终，老衲将化为一抔净土。